我最近特别想吃牛板筋，但是在超市那一小包就卖20-30，完了没多少肉，所以我买了300斤生板筋。我打算在家做点实惠装的，这样以后每次吃着能过瘾一点。然后为了快点把这些玩意都炖熟，我们把家里所有高压锅都用上了。但是这么多锅一起用实在太热了，那屋里都烧到50度了，给我热的直中暑。真的，就后来煮完所有东西到能开门的那一刻呀，我都感觉我上天堂了。不过炖板筋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没挨着什么累，但后来切板筋真是要了命了。因为牛板筋这东西要想切大片，就只能斜着切。那斜着切东西本来就使不上劲儿，完了这玩意儿滋溜滑的，那切不了几根手就开始抽抽了。然后我们就寻思不行就撕丝儿吧，没想到撕丝儿更痛苦，因为这玩意儿太硬了，我们很难给它开开缝，就只能靠2个手指头捏着给它撕开。后来都给我干崩溃了，以至于我们切完所有板筋之后，我脑里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。我又捡条命啊！把这些板筋都处理好了，我们必须得好好歇一会儿了。正好年底了，给大家发个礼盒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双蛋好礼季买的良品铺零食，9款零食，甜咸香辣，开胃又解馋，朋友聚会、新年送礼都不错。现在左滑进抖音商城或者点评论区就能下单，超值超多跨年年货都是全网超低价，一键立减秒下单，走心好物随心选，你们也去看看吧。后来我们还调了一个巨好吃的拌料，这料是我们尝了市面上 N 多种牛板筋之后才总结出来的配方。因为以我多年吃牛板筋的经验来说，吃板筋其实就是嚼料香，尤其是这回从头做了一次，我算彻底明白了。就牛板筋这个东西，它本身就没有什么肉香，这要说不考虑料光啧吧牛板筋的话，那跟嚼个老真皮裤腰带没有任何区别。最后拌的时候，为了能吃得更香，我又放了好多料和芝麻。这板筋拌完之后都好吃麻了，它现在是香辣里边还带点甜味和蒜香味，而且越嚼越有滋味。尤其是这种大片的，这肉嘟嘟的吃的实在太过瘾了。而且我发现这玩意儿不光能当零食吃啊，要是再放点香菜和洋葱丝儿，它还能做成一盘直接上桌的凉菜。不过这玩意儿好吃是好吃，就是太塞牙了。我是发现了牛板筋这东西它特别认家，就是不管我是怎么吃进去的，它到最后一定能在我嘴里找到一处属于他自己的牙缝。我最近差点把我家房子给烧没了，我给你们学学是怎么回事啊。前2天我想在家做一个超大的冰糖葫芦树，然后就买了100多块极速板，就是保利龙。但这玩意粘到一起之后就非常硬，我们很难用人工拉断它，所以做了一个可以通电的电阻丝。我们试图用电加热的方式来热熔它的横截面，但是这玩意差点闯了大祸呀。我给你们复原一下啊。就是我们正在用这个电阻丝的时候，它突然间崩了几个火星崩到这保利龙上了，然后我俩看着之后就想用手给它扑灭，但是也就3-4秒吧，发现根本就扑不灭，那火星就变成已经烧起来的大火了。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想的是要通过隔绝氧气的方式来灭火，所以就找了2个军大衣给它扑到这个火焰上，但因为这保利龙横截面太宽了，根本压不住，很快这个火焰就已经烧到天花板那么高了。后来好在是家里有几个这个灭火器，整整是喷没了2罐灭火器的干粉，才把这个火情彻底控制住。这个事情想想真的太可怕了，朋友们。因为保利龙这个东西烧起来实在太快了，就一块这么大的保利龙遇到明火之后就能烧这么高。我们那个树里大概得用到2400块这么大的保利龙，而且好在是我们做之前预估到了可能有这样的意外发生，所以提前做了一些准备，再加上家里有常备灭火器的这个习惯，才没酿成什么大祸。就我现在再想想，如果当时灭火的过程里延误了哪怕10秒钟，它极有可能导致这个保利龙旁边的窗户玻璃先烧炸了，然后灌进来一股冷风，进而家里所有的易燃物成片的着火。而且我家还有那么多煤气罐呢，就到时候如果说给我家烧没了都是最轻的，我还甚至说有可能因为把邻居家也烧了，然后产生连带责任，直接就进去了。真的，所以朋友们在家如果用火用电的话，一定注意防护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家里常备一点这个防火器材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我最近看点兵越来越好，心里特别激动。作为一个本地老土著啊，我实在是太想在这个时候给斌子干点事儿了，所以我买了500多斤水果，我打算做1500根冰糖葫芦上大街免费给游客发去，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本地人的美食和热情。但是这1500根口号喊挺爽，做起来真是要命。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比我想象的要复杂，就光给这160斤山楂去籽压扁，我们就干了一整天。问题越着急还越出错，那熬糖的时候一会儿熬糊了，一会儿干翻沙了。我当时心里慌的一批，我心说要是按照这个效率还想如期发放的话，那恐怕我得尽早去找几个卖糖葫芦的摊贩聊一聊团购的事儿了。
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尝试找朋友来帮忙，然后一听说是招待南方小情豆，大家都特别热情。最多的时候，我家这客厅里同时容纳了21个人，就恨不得走道都得横着走。而且人多了之后，这流水线也流畅了。就在这么一个40多平米的小客厅里，我们同时组建出了6个工作部门。但即便是在这么高效的工作架构之下，我们的节奏依然非常紧张。那天看直播都有印象吧？我们全程都没工夫说话了，后来就连上厕所都有时间限制的，你就说这强度它有多魔鬼吧。然后除了这些正常的糖葫芦，我还想做几个超长的给大家照相用，但这玩意儿做起来也贼费事，我们需要先用刀一点一点的把这架条削得足够细才能往上穿水果。那老上当局穿的恨不得穿仨就得碎俩，就穿这么一串给我们小脸吃的是蜡黄。然后除了这些2米的糖葫芦，我还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能拍照的自行车。就准备完这些东西，我真是把家底都掏干净了。我当时有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我好像在那一刻和哈尔滨文旅共情了。最后盘点了一下，历时4天，我们一共做出来1726串，再多做1串我都容易嘎了。然后发的时候，考虑到几个景点间隔太远，我就弄了个小推车，我把这几个景点串成了一个路线，然后全程推着这小车给大家发。零下20多度的天里，我们走了9个半小时，给我冻得都想嘎肾了。但是看到大家拿到糖葫芦之后那种喜悦，我真特别满足。然后那天还有很多本地人自发来送暖贴和维持秩序，我当时就觉着今年要是从物理温度上来说，可能哈尔滨最冷一年，但是从情感上来说的话，今年的哈尔滨呢，它实在是暖得发烫啊！来了就是自己人，欢迎你来哈尔滨！妈，整挺想哭。粉丝说让我开个榴莲，作为宠女粉博主，必须给你安排上啊！这没等白榴莲扎铁丝上了，我操！哎呀，挺熟，这玩意儿就这么完事儿了？人家8个榴莲，他妈100多万个赞，这就完事儿了？操！好在我买俩。再看这个啊，这可能会有点参与感，颜色不黄，这口也不大，有点未知的东西啊！我操，这咋都一样呢？人家买个大榴莲就咔咔一开，跟赌石似的，啪啪打个这那没有啥的，我他妈打个这嘎甜有啥用啊？哎呦我操！人家买榴莲就拍视频用的，我他妈以防万一买俩都是吃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吃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啥？不上火吗？我尿黄尿啊！我头一次因为买这一次好的东西这么生气，哎呦我天，我气死我了，我心梗了。我昨天晚上看人赶海，赶到早上4点多，我早上没起来，让我哥去买的菜。但他买的这个鱼略显蹊跷啊。我哥说你不明白，我特意没要鱼肚子，这菜红烧，让你奶从鱼头红到鱼尾。他说卖鱼那小子都夸他，我心说就这么买鱼，他都不应该夸你，他都不应该给你供起来。我当时实在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形容词形容他，我说我给你做个菜吧，哥。夜市小吃瞎扯淡，了解一下啊。然后今天不腊八节吗？用腊八蒜炒了点肥肠和猪肚。我哥说给我奶做锅腊八粥，他这米有点放多了，但这不是重点。我在今天之前一直以为腊八粥就是八宝粥，但他非要放点白菜、土豆和瘦肉。他说他们屯子一直这么吃。我直到这一刻才发现，原来人类的腊八并不相同。完过节，我弟也凑个热闹，给我奶做了一个哈密瓜果篮，他抠的挺下功夫，但我实在读不懂他的审美。就是他明明可以是一个不太丑的果篮，他非得给你整成一套 KTV 的果盘，咱不知道他咋想的。完这不要过年了吗？我买了几箱香飘飘波波牛乳茶，这口感挺好，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，奶香很足，不甜也不腻，而且囤年货嘛，你出去串门也可以带。这是零脂脂末、零反式脂肪酸的，挺健康，而且还有这一咬爆浆的芝士波波。这咱说这不过年串门打麻将必备吗？但我奶必备的就是这一盘红烧肉啊！奶奶总说能吃出妈妈的味道。来吧，香香了，红肉、辣肥肚、肉饼、酱鸭、番培玉、红头尾，不知道是腊粥还是腊饭了。虾蛋、TV 果。完，我今天给我奶推荐了一下那赶海的视频，我奶看挺上头，天气预报都不看了，但是她发出了和网友一样的疑问。她说我再活不活也80来年了，我为什么整不明白他是怎么预判称王走位的呢？前女友去吃宵夜了，还他妈发朋友圈。那我他妈也得吃点好的呀！你寻思就你俩那砂锅粥和烤生蚝好吃呢？我自己在家烤鸡架，我也发朋友圈，我就针对你可见。干啥呀你要吃个饭嘴都快亲上，不没结婚吗？这结婚以后得啥样啊？连体婴啊，出门。正经说两句啊，这个腌料我指定是不能告诉他，怕他看着之后告诉他爸，他爸再给他女婿做，那我不成了纯哈尔滨大金毛了吗？这个腌一宿更入味，但是我等不了了，我今天晚上必发朋友圈，我必须得告诉520老子也过了。操们，我也太要强了！我告诉你，给宅沈阳大爷的热乎劲儿已经过了，家族的荣耀现在就在我狗送身上，咱们携手展示，上音乐。这骨架有一个毛病，
肉太多了，这缩了不起来咋吃？彩蛋，网友告诉我一方，昨天晚上试了一下，纯坑老铁，酸一宿。我肚子那么难受，我3点多看朋友圈，他们又唱歌去了，我操！再见。